开镖局也霍霍的差不多了，但是这些稀奇玩意儿能卖些好价钱。等卖了钱，你也帮我给叶家。玉树长飘云外去，霓裳弦舞月中歌。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，就是忽然想到一个办法。香喷喷、热乎乎的包子出炉喽！你的包子，请慢用。你说请我吃饭，就这？你也太会挑地方了吧？苏国公可别小瞧了这包子，这可是全陆阳最好吃的包子，皮白蓬松，馅料鲜嫩，一天能卖出去好几千个呢。如何？垂涎欲滴，齿颊生香。就一般。说吧，什么事？那天晚上，谢谢了。这么说，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，你都还记得？我只记得把这个红艳艳的披风还给你。我借你红艳艳的披风，你就请我吃包子，外加请肃国公看戏。我不看戏。回来。萧恒，上次某人还以为我在茶楼上看戏，气得要把我灌死。说，什么戏？肃国公的包子都吃了，这场戏可否开场？叶夫人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明人不说暗话，这次我承认我们叶家输了，这是叶家最大限度的诚意，请你高抬贵手，饶了我们这次。可是叶夫人，我记得我早就给你提过醒了，买卖要趁早。现在这个价钱，可难买到叶家的平安了。这是叶家宝库的钥匙，叶家的传家宝，最后安身立命的东西，都在里面了。求府尹做主，还我叶家一个公道。主君，训练杀手的宅子已经被查封了，只不过那些杀手一概不知道楚岚的下落。咱们要不要上点手段？不用，楚岚的行踪，这些人是不知道的。那怎么办？现在乌兰死了，楚岚又逃了，一些线索又断了。查封的宅院是租的还是买的？租的。其实他们每年都会更换场所，不是固定的。那你去问问那屋主，租金是谁跟他交接的？是。主君，这是什么？方才江二娘子身边的丫鬟送了一笼包子过来，说他家娘子请你吃的。
朝廷的观察使到哪儿了？替江二娘子催催。是。楚勋，你说那府尹会吃这一套吗？若是咱们出手不能一击必中的话，那将来岂不遭人耻笑？那府尹贪财又好色，还痴迷于戏曲，和手下常玩物丧志。江二娘子蛇打7寸，等着瞧吧。味道不错。届时叶家的万贯家财，一成归你。观察使接到密告，说陆阳叶家给朝廷的贡品遭到克扣，可有此事？小的叶家老三，叶家给朝廷的贡品没有被克扣，而是被那陆阳府尹童之阳悉数抢走，还将我手下看守贡品的阿顺关入大牢。污蔑府尹可是大罪，此言可当真？人头担保。带路。叶家有批贡品要献给圣上，但是被陆阳府尹童之阳昧下了。我听说朝廷最近有观察使在陆阳附近巡查，还请肃国公将此消息传达给观察使。观察使有观察使的公务，因为一个消息跑陆阳一趟不值当，你这算盘打错了。这算盘用我的手来打，自然没有什么水花，但是借肃国公的手来打，效果就不一样了。你看看，这些都是我们叶家的贡品。府尹在哪儿？你这招算什么？借花献佛？不，这叫完璧归赵。这本来就是童之阳抢了要给圣上的东西啊。本官接到密告，特来查陆阳府尹贪污贡品案。童府尹还请着官府答话。童之阳毕竟是个府尹，跟观察使解释一下，把东西还回去，说是个误会。这场戏不难破。要解释确实不难，但这必须由叶家的当家人来开口，说这批贡品是叶家请府尹衙门来保管，并不是童之阳私吞。所以若是童之阳想要活命，就必须反过来求叶家，那一切就好办了。见好就收，分寸把握的刚刚好。跟肃国公学的。可童之阳一案做实是个误会后，让观察使白跑一趟的过失，你说又会落在谁头上呢？今后肃国公想吃这回味无穷、肉汁四溢的包子，我给你包圆了。你是没看到童之阳当时那个表情，脸都绿了。我跟你说，阿里，我从来就没有这么痛快过。是啊，这财帛虽好，殊不知财帛里也有杀人刀。他们不是想吞钱吗？那咱们就痛快的给。如今他们吞了贡品这把